Hello，大家好，今日想講下俄烏戰爭嘅近況。俄烏戰爭打到2024年嘅12月31號就進入第1041日啦。咁雙方咧仍然仲係喺嗰1000幾公里嘅戰線上邊交戰，一個膠着狀態。俄羅斯12月30號戰損2010人，坦克70部。裝甲車20部，火炮44門。12月29號戰損1730人，坦克50部，裝甲車11部，火炮42門。12月28號人員戰損1540人，坦克7部，裝甲車19部，火炮29門。12月27號人員戰損1650人，坦克14部，裝甲車18部，火炮22門。咁呢個就係近呢幾日嘅嗰個俄軍嘅戰損報告啦。就係2024年呢一年就損失咗421000人，淨係11月份嘅戰損就去到46000人。俄軍嘅戰損可以講係相當之大嘅。12月28號，俄羅斯投入4個集團軍攻打呢個只有7個旅嘅守軍嘅庫拉霍沃啊。俄軍付出咗1.3萬人同埋海量嘅軍事裝備嘅代價，就佔領咗呢個庫拉霍沃啊。烏軍淨係得7個旅，梗係守唔住㗎啦。只能夠盡量消耗多啲俄軍嘅戰爭資源咯。反觀俄羅斯要用4個集團軍去打人哋7個旅先至打到咁嘅效果啊。可以睇得出俄軍依家嘅嗰個戰鬥力就相當之弱嘅。全人失地，人地皆全。其實俄烏戰爭而家個現象最緊要就係大家嘅嗰個戰鬥力啊。而並不是一城一地嘅得失啊，就係自己盡量死少啲人，就令到對方死多啲人。打長期嘅消耗戰就係要咁打噶啦。好，然後就喺波克羅夫斯克呢，雙方就互有攻防。烏軍就殲滅咗俄軍一支皮卡突擊隊。喺庫爾斯克戰場上，俄朝聯軍用人海戰術向前進攻。烏軍開始向小洛克西亞以西撤退。聖誕節當日，俄軍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嘅導彈襲擊。近呢幾日戰場上嘅戰況就係大致就係呢啲內容啦。打咗3年啦，俄羅斯嘅重裝備損失非常之嚴重嘅。而家都見唔到佢有咩大規模嘅坦克火炮裝甲車配合人海衝鋒噶啦，所以佢依家嘅坦克火炮裝甲車都唔係咁夠用噶啦，慳住嚟用嘅。進攻方當你冇嗰啲大規模嘅坦克火炮裝甲車再配合人海戰術咁嘅衝鋒呢，你嗰啲少少嘅進攻係冇咩太大作用嘅，只係徒勞咁增加傷亡嘅啫。唔同你初初開戰嘅時候，俄羅斯話嗰幾十公里長嘅嗰啲坦克隊伍嚇親人睇到都，依家冇晒呢啲場景啦。所以俄羅斯近嚟都唔會有咩太大嘅進攻成果噶啦。相反呢，烏克蘭呢喺各地發動咗唔少嘅小規模反擊。我喺啲論壇度見到有啲軍事愛好者呢就話烏克蘭呢可能係大規模反攻前嘅前奏喎。我個人認為就烏克蘭呢種小規模反擊呢，應該都係只係改善一下嗰個防禦條件嘅啫。因為烏克蘭嘅戰爭資源並不比俄羅斯好太多嘅，烏克蘭冇咩條件可以支撐佢打嗰啲大規模有系統性嘅反攻嘅。依家烏克蘭主攻嘅方向仍然係庫爾斯克，喺政治、經濟、軍事意義都比較大咯。而且俄羅斯喺庫爾斯克嘅兵力呢就比較薄弱嘅，
佢並冇調動大規模嘅兵力去回防庫爾斯克，都係你打你嘅，我打我嘅咁，烏東有烏東打嘅，庫爾斯克有庫爾斯克打嘅。咁我覺得俄羅斯都幾聰明嘅。如果佢調大兵翻去嘅話呢，烏東有可能會失守嘅。咁有啲網友會問就點解唔打莫斯科嘅？既然你都打到庫爾斯克咯，咁你都可以打一下走，騷擾一下都好啊。但係其實而家已經冬天噶啦。事實上呢，戰線不宜拖得太長嘅，而且你一打莫斯科呢，自己嘅損失都會好大。依家烏克蘭所收到嘅軍事援助呢，都喺度不斷咁增加嘅。到現時為止，烏克蘭所收到嘅常規炮彈數量已經係俄羅斯嘅3倍噶啦。而且咧，挪威啊、瑞典啊、芬蘭咧都喺度加強對烏克蘭嘅援助嘅。其實烏克蘭打反攻嘅條件咧，理論上咧就有嘅，但係就冇咩絕對優勢啦。因為你唔可以淨係單靠炮兵呢個單一優勢去打噶嘛，冇絕對嘅制空權同埋絕對嘅兵力優勢嘅話，你同俄羅斯硬冚硬嘅話，就算殺敵1000自損800啊，烏克蘭都係吃虧嘅。即使你嘅戰損打到1-5、1-6、1-7，烏克蘭仍然都係會吃虧嘅，因為烏克蘭本身人口就少，佢嘅徵兵條件又冇俄羅斯咁苛刻喎，所以烏克蘭採取嗰個打消耗戰去拖都有佢嘅道理嘅。畢竟進攻方咧就肯定係嗰個損失比防禦方係一定要大噶啦，呢個軍事常識嚟嘅。咁Donald Trump 準備上台啊，對烏克蘭嘅援助亦都會多多少少會有影響嘅。依家有啲媒體咧就話 Donald Trump 對烏克蘭嘅遠程斬殺俄羅斯高官，或者係單方面增強對俄羅斯本土嘅打擊咧，係感到不滿意嘅。烏克蘭當然並不會去聽呢個特朗普講噶啦。不過烏克蘭自己嘅軍事能力呢，佢又要依賴歐洲同美國，烏克蘭又唔可以太過我行我素嘅。喺今年嘅8月、9月嘅時候，烏克蘭訪問咗冰島嘅，當時同北歐5國嘅領導呢見面嘅時候，係請求佢哋幫手裝備5個旅。咁到依家為止咧，呢5個旅嘅裝備使用訓練就已經基本都完成噶啦。咁你話快唔快啊？所以8月份烏克蘭攻入庫爾斯克嘅時候，烏克蘭其實已經預備咗後備力量啦。呢5個北約裝甲旅一加入俄烏戰線嘅時候，就會如虎添翼啦。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打咗3年啦。烏克蘭好多作戰部隊咧都好疲勞啊，好攰啊！你睇下庫爾斯克又好，烏東又好，甚至係嗰個驍勇善戰嘅亞速旅戰士咁，好多都喺度抱怨，喺度埋怨，喺度呻啊！因為佢哋亦都了解到國際國內嘅情況啦，好多後生仔咧都逃亡去國外，避免回國參戰嘅。導致呢個前線作戰嘅士兵數量就不足啦。呢個係烏克蘭依家要面對嘅比較大嘅問題嘅，因為打時間長呢，啲人係厭戰嘅。佢烏克蘭始終都係一個民主社會，佢又唔同俄羅斯嗰啲獨裁啊，嗰啲高壓嘅。其實俄羅斯係更傷嘅，可以講呢，打完呢場俄烏戰爭呢，俄羅斯基本上係玩完噶啦。將俄羅斯嗰啲血放到乾乾淨淨噶啦，呢個血唔係講俄羅斯士兵嗰啲血而係俄羅斯嘅經濟啊、軍事啊、科技啊各方面啊。因為一開戰嘅時候呢，北約就即刻就切斷咗俄羅斯嘅金融體系、外貿啊、出口啊，全部都基本上都切斷得七七八八噶啦。俄羅斯所有嘅嘢都喺度斷崖式下滑，都話就嚟要用糧票啦。所以俄羅斯快則咧就變北朝鮮啦，慢則就變巴勒斯坦啦，冇咩國際地位噶啦。以後你睇下俄羅斯黑海艦隊團滅啦，芬蘭、瑞典、挪威加入北約，而且又令到北約咧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咁你唔係話防止北約東擴嘅咩？
咁啊，恭喜俄羅斯啦！依家真係從生安白造到心想事成啦，捉蟲入屎忽啊！俄羅斯喺中東嘅橋頭堡敘利亞投資咗幾十年，成3000億美元嘅。咁啊，依家由於俄羅斯又冇兵手啦嚇，咁啊導致啊巴沙爾阿薩德啊倒埋台添。咁啊呢3000億美元嘅投資啊渣都冇噶啦。伊朗又內憂外患，處於呢個崩潰邊緣。哈馬斯啊真主黨啊俾以色列啊懟冧咗啦，玩完啦。咁啊剩翻個也門嘅胡塞都俾以色列啊打到阿媽都唔認得噶啦。咁你睇下依家摩爾多亞、斯洛伐克啊呢啲以前俄羅斯嘅僆啊，基本都倒戈晒噶啦。俄羅斯啊仲支持住伊朗、中東好多活動。仲支持北朝鮮嘅軍事活動，牽制住日本、韓國喺東亞嗰度搞震嘅。咁啊，隨住俄烏戰爭嘅結束啊，冇晒噶啦，呢啲咁嘅影響啊，全部都冇晒嘅。而且依家俄羅斯自己國內都好混亂嘅，嗰啲老人呢，又上街又掟銀行啊，又燒汽車啊咁樣嘅，因為你養老金崩盤啊嘛。咁啊，我判斷呢就係俄烏戰爭呢個結局呢，咁佢實會打完噶吓。當佢打完之後呢，呢個俄烏戰爭係直接奠定未來8年嘅嗰個世界秩序嘅，唔會比二戰嘅影響力差太多嘅。因為俄羅斯佢嘅各方面嘅力量都玩完噶啦，可以講係直接就加速世界全面走向文明呢個大趨勢噶啦。咁啊，烏克蘭呢個犧牲可以講都有價值嘅，為個世界作出貢獻嘅。澤連斯基呢啲21世紀最偉大嘅英雄噶啦，佢真係夠薑啊！佢啱開戰嘅時候啊，俄軍打到距離澤連斯基1公里個距離度啦，佢都唔走。全世界都嗌佢離開烏克蘭，建立個流亡政府啦，咁佢就係唔走，真係啊夠薑夠雷啊！烏克蘭選咗個咁嘅英雄出嚟做總統啊，真係佢哋嘅運氣嚟嘅。OK，多謝大家收睇，拜拜。